我就从我出生的一个小岛叫新加坡开始讲。新加坡跟香港呢是很有共同点的。那么我从小就在从新加坡长大的。虽然李光耀是1965年呢把英国人给驱赶了，然后呢就独立了。不过我们接受的那个教育呢，基本上是就是继承了英式教育。如果我说白一点、难听一点，就是说还是很有那种奴化教育的思想。只不过他重新编了一个新的一个规程，就是说他要你效忠李光耀李氏家族。那么他的本质上呢还是一个奴化教育，只是他变质了。他变了，就是说他这个岛的救世主是李光耀，李光耀就是救世主。我受的教育呢是英式教育，我从小就讲英语。新加坡的教育，英语是第一语言，第二语言是中文。那么中文是说的不流利，因为小时候整个环境都是讲英文。那么新加坡人讲英文都有他口音的嘛。那么我们从小接受教育呢，就是说李光耀是非常好的。李光耀呢，他的一个文宣也做得很好。他的文宣呢就有点像美国这样的，他就说他的文宣，欧洲那种文宣。说的什么四小龙啊，每个人有房子住啊，这个东西的。80年代的时候呢，如果外国人呢、中国人到新加坡去呢，他看到确实是很光鲜的啊，每个人那个道路很干净啊，有房子这些东西的。不过我接下来要说的东西呢，很多新加坡人会吐槽我的，绝对会吐槽我的。为什么呢？14亿人华人，或者甚至全球的华人都不知道，原来80%的新加坡人呢所住的房子呢叫做政府主屋呢，原来是没有产权证的。也就是说，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没有雾气的。那么过去这么多年呢，很多人羡慕新加坡有瓦遮头啊，其实新加坡是没有瓦遮，就是没有房产。那么没有房产证呢，就是说他所有东西呢，包括公积金呢，包括医疗保险呢，都是由政府来控制的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好这样，表面上很多中国人看到我说，我们以前中国呢向新加坡学习，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，那个东西呢，就作为一个文宣，就是说李光耀作为一个文宣来说，你看中国学习了我们的，所以中国才进步。不过这么多年来，我都一直是想，是不是有这回事的？我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，我回去中国工作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原来这么多年呢，我一直观察中国的改变呢，然后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原来这不是事实来的，这只不过是文宣做得好。那么我很喜欢反驳新加坡人的，我说如果中国是学了新加坡那一套，那为什么新加坡的地铁老是出故障呢？对不对？我反驳他们。那为什么如果中国是学了新加坡那一套，为什么现在工业园区都是在中国都是中国人管的呢？那么这只是小一点。那么新加坡人呢，大部分对中国的认知呢是很低的。我去到中国时候是90年代末，我去到中国那工作，然后我当时也是怀着那种好像就是那种很有优越感的，好像香港人那种崇高至上那种看下去这样的。那么不过过去呢这么多年呢，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呢，我就目睹中国做的一切，它就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。那么最大的讽刺是什么呢？最大的讽刺是我刚去中国工作的时候呢，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时候呢，我的中国同事他们都是比较穷的，他们都没有车的。那么过去这么多年呢，中国经济一直在改善，那么我的那些老同事呢，个个都因为经济很蓬勃嘛，那么发展很快嘛，那每个中国人都有钱起来了，那么他们就开始开什么奔驰啊，买房子啊，到国外旅游啊。那么再看回新加坡，其实新加坡呢，跟80年代跟90年代是没有变化的。不过每次中国人呢，多多少少都会埋怨，就是中国说，就是羡慕国外。这个是我发现的。中国人呢，其实目前呢，他缺乏信心，而且他们很多因为被那种西方的文宣呢，觉得就是说国外好，新加坡好。其实我告诉你一个事实，新加坡的那个整个政策呢，它是不让那些人富起来的，因为我告诉你，如果我要说起那个新加坡的那个政策呢，它比康斯集词典呢还要厚，因为越会拐弯抹角的那种程序呢，那种政策呢，是因为越会骗人的，就是它只是一个表面，你看到只是一个表面现象。新加坡很多人呢只有一套房子，新加坡人呢很多人呢到了晚年呢，到了退休或者没有工作呢，他就养不起车了，因为在新加坡那个车呢，它其实基本上就是属于一种英文叫 leasehold， 就是说租约这样的。不过新加坡政府把它包装得很好，说什么用车证啊，然后他说什么为了环保等等。其实为什么新加坡人富不起来呢？因为那个政府很有钱，那政府呢就像那个海绵这样，把那个人民的钱全部吸掉了。那么像你养一辆车呢，我就说一个很简单的车，像丰田。本田思域在新加坡呢，它的那个车价是约人民币50多万到60万。那么这50多万的这个车价呢，只能限你用
10年。那么这里面还不包括保险啊，还有汽油费啊，那些都很贵的，因为一升汽油在新加坡是大概10多块人民币的。李光耀经常用这个话题来洗我们的脑的，洗新加坡人的脑的。他说呢，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给你好福利的。这个是一个谎言来的。这个文宣呢，如果现在有新加坡人在听我讲呢，肯定会吐槽我的，因为他们的想法就已经洗脑了。我是非常不同意人家说新加坡没有天然源的这一句话呢，是李光耀洗我们的脑的，然后他就是不想来承担我们那个国民的福利。去年呢，新冠肺炎不是发生了嘛？我们新加坡机场呢，不是有一个88岁的一个老人工作人员呢，这个在机场里面推那种行李的，他死掉了。88岁，你想一想，你说新加坡好还是中国好呢？我问你的，你在中国有没有看到88岁或甚至接近90岁的人在工作呢？新加坡就有。那么我说回刚才我说那个天然资源，这个李光耀的这个文宣，他说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。不过我问回你，如果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，为什么18、19年英国人会把新加坡给拿下来？因为每一艘船从中东、从欧洲都会绕一个圈经过新加坡。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就是一个天然资源，那是废话来的。他说没有天然资源是个废话，因为每一艘船经过那边都会停泊在那里补给，而且还有一个东西，所有的船，新加坡的油库也是很多油库的，他所有的船经过那边都会放在那里。为什么新加坡的物价会这么贵呢？是因为政府要赚了钱，所以他赚钱，他的租金很贵，新加坡政府才不会管你人民苦的。2005年的时候呢，新加坡跟印度呢，这里我又说到阿三了，我告诉你一个好的一个坏的政府出卖自己人，好的政府才会帮助自己人。那么我说回阿三这里呢，阿三2005年的时候呢，新加坡跟印度签署了一个协议 CECA。那么这个协议呢，基本上是出卖你本土新加坡人的。他的协议就是说，我印度的那些专业人士可以自由的去你新加坡找工作。那是哪一些行业的人呢？专业人士像什么电脑编程员啊，就是白领的工作了。对不对？都可以去新加坡。那么印度阿三就过去新加坡了，搞了。那么从2005年的李光耀还没有驾崩的时候呢，这是印度人就开始过去了。到今天呢，如果你去到新加坡那些工业园区，叫做樟宜工业园区，那里面你以为你到了印度，全部都是阿三，你以为你在印度，真的。新加坡本土人就开始埋怨了，说哇，为什么那些印度人过来抢了我们的工作？那么中国呢，反过来中国怎么办呢？因为90年代我去中国工作的时候呢，中国还是蛮缺那种技术人才的，所以我才有机会到中国工作。那么我今天如果回去中国工作，我算不算人才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人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已经学会了那些管理模式啊，那些技术了，他就不需要你这种外国人，像新加坡人在中国了，不需要了。他就保护他自己人的工作。第一是图便宜，因为是资本主义嘛，你别想的这么好。因为中国人以前他们向往的，以为哇，资本主义社会好啊，有民主社会好啊，这样他们觉得会这样嘛。中国人一般觉得有选票的社会好嘛。那么我告诉你，有选票并不好，因为很多的时候呢，人民是做不出一个明智的选择的，因为是资本家嘛。新加坡资本家是谁呢？李氏家族嘛，跟还有他的 friend， 他的那些裙带关系那些人，他们要图便宜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资本家要图便宜嘛，那么他就打开那个国门，让那些阿三全部进来。那么这些阿三呢，他们进来之后呢，做了什么职位呢？做了人事部职位。你说他会招谁呢？他肯定会招回自己人嘛。中国有些工作是外国人做不到的，就比如说财务、人事部，中国不会去招一个外国人做那个人事部做经理的。他不会那样做的。久而久之呢，新加坡人的工作就慢慢被那些外国人呢全部取代了。然后那新加坡人做什么呢？新加坡人去做那种送外卖啊、开出租车啊这样的工作。不过呢，新加坡李光耀李氏家族的那个洗脑的这个整个 program， 整个系统化的洗脑呢是非常成功的。哪怕你被剥削，他们也不会埋怨的。这就是李光耀最成功的一面。你可以说犯贱，我绝对同意是犯贱。新加坡人的思想呢是2次元的，他只会想一个方向而已。那么李光耀呢很喜欢用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新加坡人呢？你没有见过新加坡人，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。你跟他聊的时候呢，他们的想法都是洗脑出来的，就说因为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，第一个想法。第二个想法就是我们国家小，所以呢我们要自力更生。不过如果你查数据呢，新加坡的这个国库呢是非常有钱的，非常非常有钱的。不过呢，他每年呢用在那个人民身上那个医疗保险呢，是非常少的，他没有福利的。很多中国人以为新加坡是一个福利社会 ，sorry， 不是。我告诉你，不是一个福利社会。新加坡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我去到中国呢，
然后我看到那种情况在中国呢，我非常感恩中国。我如果没有离开新加坡的话，我就待在新加坡呢，我就跟他们一模一样的。我刚刚去中国的时候呢，我脑子里呢还有那种李氏家族的毒，我是花了大概6到7年之后呢，然后慢慢这些毒呢，李光耀给我注进去我脑子那种毒呢，就慢慢化掉了。我是90年代末97年这样，我去了中国工作，那么我一直在中国待到2017年这样，然后我就2007年我就来了加拿大，我还是想回去中国的。我还是想回去中国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很重要。如果很多，我这里呢，我可能要插一句话，就是说，中国给我什么东西呢？中国让我重新在思考什么是中国人。我告诉你什么是中国人。如果每一个中国人，全球的中国人跟同胞，他们的想法如果跟我一样的话，中国今天就有救了。我的家族呢，我是第3代新加坡人，我爷爷是来自中国，我爷爷来自广东，就是今天的珠海。我告诉你一个东西，实实在在，因为我们从小呢，李光耀就说我们的家园呢，我们的 roots， 我们的根是新加坡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同意这个东西，我的根不是新加坡，我的根是中国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就是这个字，我请各位中国人留意这个字，叫祖国。你有没有发现祖国的祖来自什么呢？是祖先的祖。我问你了，你在新加坡挖土3尺，你能找到你祖先的骨骸吗？你在马来西亚，你挖土3尺，你能找到你历代祖先的骨骸吗？祖国的祖就是 China 中国，中国才是你祖国，而不是任何一个地方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跟新加坡人这样讲，不过他们绝对吐槽我的，因为他们不理解。我也不希望他们会理解我。我觉得我最自豪的就是说我有宗亲在中国，就是我伯父。我堂哥呢，今年83、84岁这样的，比我大很多了。那么我们有保持联系。那么当我读小学的时候呢，我堂哥从中国广州呢过去新加坡，就拜访那些新加坡的亲戚了。那么当然因为家族很大嘛，所以那些堂兄的那个年龄拉得很长嘛，就是你会觉得很奇怪，我才47岁，然后我堂哥是80多岁，你觉得很怪。不过这是很正常，那个年代是这样。几年前呢，我回去广州，我见了我堂哥在广州，他跟我说，嘿，你知道吗？84年的时候，我去新加坡，我看到新加坡这么繁华，我当时有一个念头，我想移民新加坡，我想移居新加坡。那么当时呢，很讽刺是什么呢？当时那些他的堂妹，因为他是最大的堂哥嘛，他的堂妹还有我的那堂姐，我的堂姐啊，他们就筹钱给他买了一个手表，一个精工表。那么当时他拿到那个精工表呢，是我堂哥6个月的工资。到今天呢，我那个堂哥的生活怎么样呢？我跟你说，我堂哥呢每一个月的退休金跟他老婆是在广州是接近1万块一个月。然后我堂哥呢每年呢出国3次旅游。那么现在疫情他没出国了。那么再看回我新加坡的那些堂姐，N 年过去了，他们活得怎么样呢？他们还在工作，他们都是住在公屋，就是所谓李光耀造的那个叫政府主屋，没有产权证那个。从这个比较呢，从1984年到现在这个比较呢，这个是很大的讽刺，就是说中国真的是赶上很多了，而且不只是赶上。我当时还带我大哥去广州，我堂哥的儿子呢开一辆那个尼桑的那个大排量的汽车，那个尼桑叫天籁。然后我哥哥就问，我哥哥在新加坡嘛，我哥哥就问说，哎，是不是堂哥的儿子是有钱人？因为在新加坡，如果你开个尼桑天籁，你是相当富有的。我就跟我哥哥说，在中国很多人都可以开得起尼桑天籁的。中国是从无到有，我可以说是超越新加坡。新加坡呢，就像美国这样的，有钱人呢是10%或者5%的人口才是有钱的。那当然那些就是那个权贵嘛，就像那个1%的财富在90%的财富在1%的人的手上这样，就像美国这样的。